也可以是高手，隨手用幾根棉签做一把迷你的强力弓箭，2根棉签并在一起，用繩子或者皮筋把两端綁起来，掰2顆棉签头塞到裡面，把2根棉签撐開，用皮筋作為弓弦綁在兩頭，用棉簽做箭，抵住皮筋，拉開弓弦，瞄準目標，射得又遠又準。太離譜了！無聊的時候，鉛筆還能做出鏡子來。只需要用鉛筆在草稿紙上一直塗，橫着塗，豎着塗，斜着塗，重複的塗，不停的涂，涂還是塗，一直塗，那麼你就能得到一個反光的鏡子。快把你的鏡子發在評論區，看看有沒有比我更無聊的。太神奇啦！只用1張紙就能做迷你小本子，把1張草稿紙豎着對折2次打開，橫着再對折2次打開，在折痕上面像我這樣畫3條線，沿着線條把它剪開，從右下角開始一格一格的把它收起來，正面一次，反面一次，來回的去折疊哦，折起來竟然變成了小本子，可以貼張紙做封面哦。誰懂啊？小小的可以放在手心，太可愛了。那麼熱，紙那麼多，不妨來做枫葉扇子吧。对折，再折上一個角裁下來，打開來就能得到2張正方形的紙張。拿1張對角折一下，右邊2個角往中間折，左邊也往中間折，再打開，把這個角藏到裡面，把紙張擺正，下面2個角折上去，打開來就可以沿着折痕把2個角收到裡面了。把角往上面打開，就能得到一片小楓葉，5片小楓葉就能做扇子了。塗上膠水以後，一片一片的粘到一起，翻到背面，粘上紙棍子做手柄，粘上紙板做支撐。這把楓葉扇子上滿滿的都是知識點，扇出來的風也有墨香味哦。玩具可以省，開學要用的粘土得先備上，就選卡樂優兒童粘土。這款超輕粘土我也是用好幾年了，它是家校便攜版，可以手提，家裡學校都能用。每個顏色單獨包裝，不容易變乾，它延展性非常好，還不粘手。它顏色飽和度高，色彩也多，質地柔軟，方便塑形。孩子用這個粘土捏的作品也更好看，關鍵是沒有異味，擁有99項國標的雙重檢測，是兒童專用配方，可以放心買。萬萬沒想到，2個步驟就能做一支觸屏筆。第一步，把棉籤塞進粘土裡面；第二步，把它捏成一支筆的形狀。只要筆尖沾水，就能在手機和平板上寫字畫畫了，絲滑不斷觸，非常的好用。萬萬沒想到，居然真的動起來了！聽說學會這個魔法陣，你的願望大概率會實現。在草稿本上畫一個倒三角，再畫一個正三角，組成魔法陣。在它的6個正角都寫上符號，在法陣的中心點輕輕地戳上一根，心中默念願望，在紙上畫線條。陣中的東西真的動起來了，有知道原理的嗎？評論告訴我。萬萬沒想到，牛奶盒子還能做掃地機器人呢！盒子的底部斜斜的切一下，別切斷，打開來粘住，貼1張紙做屏幕，穿1根竹籤，粘上2個瓶蓋做輪子，粘上2張紙把它剪碎了。它的長度要靠近地面才能掃進東西哦，給屏幕畫上表情會更可愛哦。牛奶盒做的掃地機器人，只要往前推就能打掃桌面衛生嘍。萬萬沒想到，用瓶子就能吹出好玩的煙霧泡泡。白糖加洗潔精，再加少量的溫水，把它們攪拌均勻，做成泡泡液。拿一個空瓶子，在瓶身和瓶蓋處打上小孔，在成年人的輔助下，用紙巾搞一點煙霧出來，放到瓶子裡面，取出紙巾，蓋上蓋子，蘸一下泡泡液，捏住瓶身上的小孔擠它。恭喜你獲得了好玩的煙霧泡泡。萬萬沒想到，用瓶子還能擠出這麼好玩的水軟軟。瓶子裝點水，加顏料更好看一點。擰下蓋子擦乾，在中間開上一個孔，朝孔的位置擠上手工用的手工膠，也可以用小賣部的泡泡膠。把蓋子擰上去，瓶口朝下，慢慢的把它擠出來。差不多了以後，用手指捏一下收口，擠出來的水軟軟是不粘手的，它比果凍還要軟，玩起來這個手感真的絕了。萬萬沒想到，濕巾還能做成水彩筆。抽1張濕巾，把它對折，放上1根棉籤，把它捲起來，棉籤頭要露出來，外面貼上膠帶把它包起來。這根是筆芯，紙棍子做筆殼，把它塞進去，把它放到顏料水裡面，讓它盡情的吸收，吸飽了就可以在紙上寫字畫畫了，想要什麼顏色都能做。萬萬沒想到，寫完的筆殼還能改造成觸屏筆。取出裡面的彈簧，把彈簧拉長，按住彈簧的一頭，把它纏繞到握筆的位置。半根棉籤穿過彈簧的另外一頭，插入筆尖。用法很方便，筆尖蘸水，捏住彈簧，就可以在手機或者平板上寫字畫畫了，書寫流暢，握筆舒服。萬萬沒想到，用錘子砸不扁，敲桌子梆梆響的球，用手捏起來竟然是軟軟彈彈的。把2杯澱粉和1杯水混合均勻，得到非牛頓流體，倒入空瓶子裡面，接着吹一個小小的氣球，把它擰幾圈，套到瓶口上。只要把瓶子倒過來，就能把流體灌到氣球裡了。把裡面多餘的空氣放掉，打結。做好的非牛頓解壓球，捏起來是軟軟彈彈的手感，很好玩。但是用力去打它，就會變得很結實、很堅硬。
萬萬沒想到，用粘土做的可塑橡皮比買的還要好用。做法很簡單，一塊粘土加少量的面粉，把它們混合在一起。技巧呢是少量多次的往粘土裡面加面粉，一邊捏一邊感受它的質地，混合到它变乾变硬就可以。粘土做的可塑橡皮能把紙上的字擦得很乾淨哦，不會把紙張擦破。不用的時候還能捏成各種造型玩。萬萬沒想到，恐龍不是孵的，而是挖出來的。就是這一枚巨大的恐龍蛋，把它放到碗裡面，倒入大量的水，給它泡個澡，拿出送的各種挖掘工具。泡過的恐龍蛋也太好挖了，敲一敲，挖一挖，掃一掃，小恐龍就被挖出来了。各種顏色，不同的品種，一個又一個的驚喜哦。挖出來的小恐龙們放到清水裡面洗個澡，就變得很漂亮啦。一枚恐龍蛋就能挖出這麼多恐龍，真的實惠又好玩。萬萬沒想到，用紙就能做出方便好用的洗手片。拿幾張好看的紙，把它們对折幾次，畫出花朵的形狀，剪下來，擰開洗手液的蓋子，把紙片們放到裡面浸泡濕潤以後取出，一張一張的揭開，攤到盤子上，把它們晾乾，讓水分蒸發，留下洗手物質。晾乾之後可以輕鬆取下，裝到袋子裡面保存，巧巧方便隨身攜帶。洗手的時候取出一片，放在手心，揉搓出泡泡，就能非常方便的把手洗乾淨了。還想看我做哪些童年的手工呢？可以在評論区裡面告訴我。萬萬沒想到，自己做透明貼紙竟然這麼簡單。用彩鉛在紙上畫一些可愛的圖案，貼上一層透明膠帶，把它放到溫水裡面泡個2分鐘，撈出來翻到背面，就可以把紙張輕鬆的抹掉了，留下的就是透明貼紙啦。剪下一個，揭開就可以直接貼。學會了透明貼紙的做法，想要什麼圖案都能自己做了。萬萬沒有想到，一塊紙板就能織布，在紙板的上方和下方每隔1厘米開一條縫，把一根繩子纏繞式的卡到這些縫裡面，寬鬆一點織起來更方便。另一根繩子用膠帶粘到筆的末端，它是織布的梭子。織布的方法很簡單，按照壓1挑1的規則，穿過筆，拉過繩子，來回的進行穿梭，把繩子織上去。織到需要的寬度以後，從背面把繩子剪斷，取出繩子，2根2根的打結固定，用紙板就織出了好看的布啦。那你知道怎麼樣在上面織出圖案來嗎？我的天哪！裴學長居然用草稿紙做出了能發射很多彈藥的散彈炮。把紙裁成2份，接長一點，塗上膠水，捲成結實的紙筒，用硬紙片把它一頭堵住，再做一個比它細比它短的，粘上一根細紙棍備用。大紙棍末端鑽個小孔，就可以把它裝進去了，要能在裡面滑動喲。捲上紙條，把它夾粗，就不會彈出去了。2根皮筋扣在一起，變長一點，一端卡到細紙棍上，另外一端就用膠帶把它綁在粗紙筒上，把一把小紙团放到裡面，輕輕一拉就能全部彈射出去，直接讓目標人数遁形。我的天哪！雞蛋還能做成透明的水晶泥。打開雞蛋，留下蛋清，蛋黃就拿去炒着吃。擠入4下洗潔精，拿個勺子順着一個方向攪拌，把它們混合均勻，再往裡面擠入4下洗潔精。這一次攪拌，它們會變得很濃稠。然後再往裡面擠入3下洗潔精，攪拌幾下，你就會神奇的發現它變得超級的粘稠。把它拿去冰箱冷藏1晚上，就能得到一塊透明的水晶泥。它的顏值非常高，用手去搓它也是不會粘手的。它的手感柔軟，冰冰涼涼，玩起來很解壓。玩好以後記得放到冰箱冷藏保存喲。天哪，紙巾開花也太驚豔了吧！把一張紙巾對折2次，剪出花瓣的形狀，兩邊剪掉1小條，把紙巾展開，一根棉籤做花蕊，把它捲起來，把4片花瓣展開，稍微整理一下，用膠帶貼一下，把它們固定好。用水彩筆在花瓣上畫一些線條，放入杯子裡面，倒入清水，只要幾秒鐘就能開出炫彩的花朵啦！看完記得點個讚哦。